这里盗洞可不少，走去摸摸黄货。怕鬼啊！瞧你那个怂样，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尽。大哥，臭娘们，你找死啊！2个盗墓贼而已，本小姐轻松搞定。耶！这个还不少。不来就不来，难道我一个人还搞不定？又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，不过2个小贼而已，我摆出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大哥，别走啊！大哥，大哥！还跑？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臭娘们，跟搞我财路！还活着。没想到这下面还有座古墓。是个武将的墓地。哎呀，这里好冷啊！您最爱的神仙酿。现在您敞开喝，我也不会再唠叨。想着您忌日快到了，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。许久没人的屋子，氛围冷清啊。也就师傅您好这一口。3个月前，我遵循您的遗愿，下山红尘炼心。还记得山脚下的3炮和胖子吗？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。多亏从小跟着师傅您看了那么多古籍，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，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。师傅，嘎巴拉到底是什么？哦。救了我，还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。
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，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，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度过了多少岁月，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元。没想到这番奇遇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。师傅，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，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而我究竟是谁？喂，一哥，出事了！胖子，你看一哥像不像个神棍？啊，确实像。挂下检视，百株下有生命危险。啊！都怪我们昨晚不该爽约的。我回山顶老宅前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由你们俩派初夏去追查盗墓贼？哎呦，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，结果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。今早看到群消息里有百株下发起的语音通话，可惜我进入后台也查不到它的正确方位。离卦为正南，胖子，搜索下正南方位可有墓地。哦，确实有，在城南荒郊。我们走。四面环山，如梅花环抱，实乃梅花捧日出。此方墓葬地，乃仙人之地。仙人没见着，盗墓贼倒抓住一个。一哥，刚才按照你的吩咐，我们在这四周查看，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。刚把他弄醒，这人就磕头认错，说自己今后再也不盗墓了。昨晚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见过。不说，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？信不信把你关起来？别！我说，他们被墓地吞了。就是这里。老大逃走后，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，结果他们一起掉了进去。本想下去捡点黄货，嘎巴拉在发热，看样子情况不妙啊！你们看好他，我下去找初夏。大可不必，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怎么能少得我三炮？我愿意守在上面。死胖子，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。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？我送你们的玉佩都带在身上吧。那当然，这可是保命的宝贝。怎么这么黑啊？起开！你大爷的，别贴着我！哎呦，男人还怕黑？孙鹏，别想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。哼，谁稀罕？
哥，接下来怎么走啊？别急。一哥，快看看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就在那儿捡的。得亏我火眼金睛。看这品相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别拿墓室里的东西，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对，咱不能干盗墓贼的勾当啊！可是，青宝阁这个月的房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急什么？我们这行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跟上。我去，这可真冷！喂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怕黑。哇！遇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照片。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，大家不要随便触摸任何器物。这里怎么会有太极阵？看这规模，这个墓的主人不是王侯，也是将相。一哥，这儿有宝贝。嘿嘿，刚刚捡到的，看样子老值钱了。金石，别碰它。金石只会出现在极阴之地。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极阴之气，它能引发诸多异象。选择极阴之地落葬，恐怕是要让这墓主人永世不得转生。这竟然是韩武王朝时期的墓体。韩武王朝？那个传说中的？那我得看看。别动！哈哈哈，开玩笑了，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推得动？丞相，又是极阴之气在捣鬼。还好一哥反应快。不好，符文镇不住他了。大妈，给我光明铲，接着。试试符阵了。三炮、胖子，你们想办法牵制住柏树下，我启动地上的符阵定住他。死胖子，快来啊！
你这又是做什么法？寒气入体，初夏已经被极阴之气控制，要救他，只能在极阴之地逆转法阵，才能逼出寒气。一哥懂得可真多。嗯，哎，当初我们也应该留在山上，和唐老学学本事。可惜，这些法术并非师父所授。这里要塌了！一哥，我可不想被活埋在这里啊！我们快走！据最新消息，今日上午10点，唐城城南墓地发生坍塌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。有关部门赶到后，迅速化解险情，并在现场捕获一名盗墓贼。据文物部门介绍，塌陷深处露出一座古墓，专家表明有可能是韩武王朝时期的古墓，可惜因受损严重，还需进一步考证。他会不会？我已经用真元封印了他体内的极阴之气，但是必须在1个月内重新找到极阴之地逆转法阵，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寒气，否则我也无能为力。你们快看！极阴石。一哥说过，极阴石只长在极阴之地。我们立刻出发去找这个阿明宫。嗯。哎，可算是到地方了。夜间航班真不是人做的。嗨，死胖子，你就知道省钱。去，卡里没什么钱了，不省着点花，我们喝西北风啊！你，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明，便在这个寨子里，请他给我们当向导，尽快找到溶洞，确定是否是极阴之地。那溶洞在原始森林中，我在网上想尽办法也查不到它的准确位置。初夏，我们该进去了。若那个溶洞真是极阴之地，那你就有救了。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阵，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别担心，我用真元封印住了你体内的极阴之气，你现在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只要1个月内彻底去除这股极阴之气，就没事了。一哥，我们真的要去惠安那个溶洞？当年的苏城小队可是团灭啊！要救百初夏，找到极阴之地是唯一的办法，值得去试一试。那天，若是我们陪你一起去，你也不会出事了。是我自己没用，现在还害得大家。难道要我们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？抱歉，我做不到。一哥说的没错。再说了，我们青宝阁当初差点关门，多亏了你介绍那些老主顾，才撑到了现在。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我们3兄弟可是明事理的人。哎，你这狗嘴里男的吐得出象牙。有本事你吐一个给我看看！你这，那谢了。不过，
我一定不会再拖后腿。哦，他们在干嘛？不错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，让，不好意思。哥们儿，这是在干嘛的？这几个外乡人来买木头。哎，你们难道也是来买木头的？不，我们是来买人的。啊，不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什么木头这么值钱，还专门来买？黄花梨木，惠安省的黄花梨木颇有名气，其色泽黄润，纹理柔美，并香气沁人。因稀缺，导致所做的家具、把玩佩戴物件极具收藏价值。听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啊。非法采伐，够你小青年的。阿明可是有正经的伐木证。阿明，是10几年前发现溶洞的阿明。什么溶洞？根本没这回事。真是晦气！白老板，前些年偷伐现象太严重了，森林里木头少得很。这几根黄花梨木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。哎，若不是要给孙女儿治病，我还准备再放个几年，价钱肯定比现在翻个一番呢。白总，这批野生黄花梨木品相不够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实木9空，能开出的格还非常小，根本不会开出鬼脸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阿明白辛苦一场啊！他还指望着这笔钱给孙女阿朱治病。阿明的命可真苦啊！几年前的车祸带走了阿朱父母，阿朱也瘫痪在家。一哥，黄花梨的革是什么东西啊？有革才值钱。革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，俗称心彩，呈红色。越是年久，颜色越深，也越珍贵。阿明公，虽然赵老师鉴定这批木材不值钱，但作为咱们的第一次交易，我出8万买下它们。这也代表了我的诚意。希望你下个月再有一批黄花梨木，若是里面有精品，价格一定公道。森林里的黄花梨木要隔几年才能采伐，你们会不会看错了？这批木头怎么会差？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？赵老师是业内著名的木材鉴定专家，也是我白氏珠宝特聘顾问。你若不接受我的鉴定，那还有个办法，把每根木头都开出来，看看里面有没有革。万一是我看走眼了，出了大革，那阿明公就赚翻了。但若全部都没有革，白老板这钱你也别想拿。那就这么，我出20万，买下这批木材。喂，我的一哥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我替他出。姐们儿大气。死胖子，还真是陷到钱眼里了。哎，初夏，快收起来！我去。阿明公，我能否看看这些黄花梨木？看，随意看。白老板，放心，这批黄花梨木没人敢跟你抢。这位小兄弟，鉴定木材这块可没有什么捡漏的机会，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老师可是有几10年的鉴定木材经验，国内知名专家。他说这批木材不值钱，就是不值钱。这批黄花梨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出的20万。啊！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师？多说无益。这位赵老师，那要不要猜一下，看看你和方毅谁的眼光准？你们各挑一根黄花梨木来解木，
谁选的木材价值高，这张卡里的50万就归谁。敢不敢答应？我的乖乖，没想到夏姐姐这么有钱啊！哼，你可真对我有信心。那当然。白总，您看，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？方毅。赵老师，答应方毅的要求。若这方毅真有这般眼力，倒可以请他为我白氏服务。阿明公，您老放心，不管解目出来的结果如何，我这20万不会少给你的。就这根了。方毅，不另选一根？这根木材品相如此低劣，我怕我赢了也胜之不武啊！一哥选的木头也太细了，估计有点悬啊。不了，就他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这也想赢我？矮子里面拔将军吧，这批木材也就这根还不错，你来解木，里面估计能出格。我来吧，这样快一点。不行，万一你倒了。赵老师，方毅既然有这个心，就让他来吧。哎，这美女是不是看上我们一哥了？就是要开就开。赵老师，恭喜你，这根黄花梨木开出了格。没想到开出的格这么大，都快赶上方毅挑选的木头了，赢定了。惭愧惭愧，之前我看走了眼，这个格的价值就不止10万。方毅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局你输了。一哥输了。我选的还没解开，赵老师别心急。既然你要硬撑，那就随你。老师，年轻人呐。啊！老师，鬼脸，竟然开出了鬼脸！什么是鬼脸？遇事不懂就查资料喽。哎呀，如此清晰的脸廓，耳鼻真乃清水出芙蓉，一脸值万金呐！我出40万买这鬼脸，我出100万。阿明公，这批木材我全要了。老师，老师，哼，难怪我会输，就因为你带了这本书。这也不行带。方毅，我是唐城白氏珠宝的白素心，想邀请方毅先生前来做客。有机会会前来拜访。我等你。小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孙女儿的病也许就有救了。我拿出10万作为感谢费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我们是专程来找您帮忙的。有什么事能用得上我阿明，尽管提。跟我来。走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去那个吃人的溶洞。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查到的消息，但方毅，你绝对不能去那个溶洞。我们必须去，只有在那里，才有可能为同伴化解极阴之气。阿明公，请您为我们带路吧。不行。阿公，
怎么了？阿公把你吵醒了。嗯。或许我有办法，让这位姑娘重新站起来。阿公，我愿意让这哥哥试试。小心点儿，现在不宜多走动。阿朱，爷爷，阿朱，你的腿。阿公，我能走路了。谢谢，小意思。谢谢你们救了阿朱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会带你们到溶洞的。阿明公，请不要把我治好阿朱的事外传。我明白，这等神迹只有1000年前我们寨子供奉的仙人才拥有，我绝不会给恩人惹麻烦。我说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黑熊，不需要惊慌。黄花梨的葛是什么？葛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，俗称心材，呈红色，越是年久，颜色越深，也越珍贵。所谓鬼脸，就是在树木的结疤处呈现无规则的图案，也有人称为梨斑，也是黄花梨的鉴别特征之一。一脸值万金。这地方我可再也不想来第2次了，我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。解解渴。瞧你那怂样！再敲我翻脸了。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，你别多心。我没事。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？溶洞就在那儿。慢点。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儿，抓紧了。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。这有点像八卦阵法。看来阿明公先前所说的仙人，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。走吧，溶洞就在前面。
这种酸爽的滋味告诉我，咱们没找错。不要妄下结论，阿明公，你就在洞口等我们。24小时后我们还没出来，再找人来救援。大了！救我！恩公，老汉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陪你进去。阿明公留步，我们会尽快出来的。可是，阿明公，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一哥了，别忘了，他可是异能者。那你们千万别逞强，若有不对劲，立刻出来。能抵御极阴之气的护身玉佩都带上了吧？嘿，保命的家伙怎么能忘啊？我在这儿陪阿明公唠唠嗑，祝你们一切顺利啊！嘿嘿，想什么呢？给我跟上，走。啊！千万小心呐！我们离极阴之地应该不远了。发现了什么？这溶洞不对劲儿，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冷。虽然还没有看到极阴石，但卦象和寒气所示，这个溶洞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可算找对地方了。可是为何看不到极阴石？我记得你说过，极阴之地定会出现极阴石。亥地极阴，万物终结，极阴石现，阳气覆灭。兴许就在极阴之气最盛之处，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，去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怎么了？我操！又变异了！我刚才又犯病了。你被这里寒气侵蚀，引发了体内的极阴之气。还好嘎巴拉暂时将极阴之气控制住了。能控制极阴之气，方毅，能不能给我？哎，女孩子还是斯文一点好，别对我家方姨动手动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哪个意思啊？闪一边去。抱歉，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。乖乖，一哥还有父母啊？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一哥，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？师父捡到我时，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。这异能是嘎巴拉认我为主后赋予的能力。我的父母应该也是异能者，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，说不定哪一天睡醒，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一哥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，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？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异能者的信息，不然追溯到18年前，也许就有线索了。兄弟们，心领了。我的事不着急，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。现在已经能证明，这个溶洞便是一处天然的极阴之地。刚才是不是寒气引发了我体内的极阴之气？若非如此，我设置的封印
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。走，去找溶洞里极阴之气最盛之处。溶洞里出现了水晶，说明这里有地下暗河吧？前面有水的气息。臭美什么？赶紧给我跟上！放开我，周三炮！哦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又怎么了？干嘛？快，朝前跑！这些水晶怎么突然就炸了？那是因为我们快到极阴之气最盛的地方了。每当这里的寒气爆发，这些水晶就会周而复始的破碎，再凝聚。那我的护身玉佩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？我可没碰它，它自己就裂开了。我的也碎了。看来我小看了这里的寒气。接下来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。等我半个时辰，你们原地休息一下，别随意走动。哦。哎，胖子，你想不想？嘘嘘，我不想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我说你有你就有。嗨，人有三急，胖子，别害羞了。三炮，走，你就直说嘛。情况不妙，咱们快去找一哥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快用你的童子药啊！大哥，我没了。一哥，救命啊！
还好，他们只是陷入幻境。难道没有护身玉佩？他们撞邪了？看见水潭了吗？寒气引发水潭弥漫水汽，封闭了他俩的五感，由此被困在幻境中。哎呀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我要回家！跟你们说过，不要随意走动，刚才就被水潭蔓延的水汽给迷住了。人有三急，这个哪里控制得了啊？哼，就你理由最多。死胖子，你敢挑衅我？切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切！我感觉水里好像有东西。你别也被水汽迷住了，走吧，护身玉佩都搞定了，我们继续向前。没事吧？才走半小时，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？我这该死的地面太滑了！该死的是你个吨位，快起开！哎呀！再坚持一下，这里寒气如此重，离那极阴之地应该不远了。你的寒毒又要发作了，我先帮你压制住。可这样，你的真元消耗太多了。没事，我撑得住。走吧。谢谢。这位美女啊，别听这个后生说的，他呀是在撒谎啊。唐城古董街鱼龙混杂。你还是看准了再买。你，哎，美女，我严格担保啊，你这东西做的确实能以假乱真，但是有一点细节没兼顾到。落成气候湿润，出土的青铜器锈层丰富，锈质坚硬。你这假锈层做的草率了些。胡说八道，我不卖了。我叫柏初夏，是个热爱古董的文物猎人。我叫方毅，略懂古董。这里有极阴石，极阴之地应该快到了。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。走吧。这些是什么怪物？你怕什么？赶紧去帮方毅他们！蒲鬼木，《本草灵木经》的灵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
们别过来，这是蒲鬼木。都别过去！寒气动了这些蒲鬼木刀枪不入，连火符也奈何不了。那是什么？符文，快趴下！胖子，快过来！好险啊！多亏一哥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一哥你怎么不早点用啊？哎，嘎巴拉可不听我使唤。那他怎么自己就帮你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能感觉得到，进入这里后，嘎巴拉好像变得活跃许多。还有那个阵法，难道以前这里有异能者来过？我们先去极阴之地找符阵，走。嗯。好冷啊！看来这里就是极阴之地了。好家伙，这鬼地方连石头都怪模怪样的。少见多怪，这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那是符阵，这和古墓的符阵一样。初夏，你有救了。果然没错，曾有异能者在这里待过。这阵法就是他们修炼极阴之气时留下的。我逆行阵法就可以去除极阴之气了。初夏，你快坐到阵中。哇，哎，嘎巴拉怎么这么听话了？阵法激活了！逆行真元，去除阴气。一哥，那些极阴石怎么在冒气啊？那是极阴石里的阴气被阵法催发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躲着点。一哥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是要阻止一哥实行阵法。我们想办法拖住他。啊，动手！我的乖
哇，这大家伙比外面那些小怪强的不是一丁半点儿啊！少废话，快拦住他！这样不行，胖子，你来当炮手掩护我。哦，哎，那你呢？我去放倒他。对。给我躺下！有胖爷在，你休想过去！你讨厌我老实点儿！嘎巴拉，去！威力居然这么大！哎呀，初夏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了。哦，来，快离开这里。哦，这是嘎巴拉。嗯，一哥，这石像怎么也有嘎巴拉呀？这里不是极阴之地吗？怎么会有这么热的气流啊？这洞穴和嘎巴拉那些纹路，一哥，你没事吧？这要是打破了，里面那股热气崩出来怎么办呢？这符文跟嘎巴拉的一模一样，我要进去，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。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！呀，这护身玉佩又快顶不住了啊！我的也要碎了，怎么办？我的也是。这种软玉镂刻的玉佩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。方音，先离开吧，你们的玉佩撑不了多久，我以后想办法再来。哎，对，先回去再想办法。哦，啊，快！啊。
万一不行的话，用顶级硬玉呢？顶级硬玉，那就可以无需顾及极端环境。可惜这种玉可遇不可求。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硬玉。你们想去翡翠公盘买顶级硬玉，那真是找对路了。不过，玉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之一，多方势力战乱频繁，这些人把持着所有翡翠矿口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他们还联手管控翡翠的交易。想买翡翠，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公盘才行。我觉得我们这次肯定能成。你看啊，我们刚准备去翡翠公盘，就碰到白老板也要去那儿，还顺捎我们一程，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啊！就是，而且白老板又是翡翠公盘的常客，到那边给我们指点一二，我们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呢。哎，不用客气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。到公盘那边，如果有剑玉上的事需要帮忙，你们尽管开口。哎，哦，有方毅在，我觉得剑玉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也很期待能看到方毅在剑玉上的神奇表现。等会儿有个鉴宝大咖也想认识下你。哦，啊，哪位大咖？于老，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方毅。哈，幸会，方毅小友比我想象的还年轻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不敢当，于老在鉴定界的大名，我们可是如雷贯耳。没错，于老那些鉴宝的文章，我可是都看过，专业造诣很深，启迪性很强。看了那么多还经常打眼，都看到狗子身上了。你，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你是小魔王？这松鼠是我几个月前捡到的，我见它古灵精怪的，就留在身边。小友认得它。他是师傅以前送我的小伙伴，后来不见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只小松鼠啊，它还活着。白老板，看来我跟方毅小友真是缘分非浅呐。于老，那我们出发吧。不急，我有个朋友刚好有事情要去那里，我托他顺便护送我们过去，应该快到了。瞧，他来了，彭家公子彭冰。彭家？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彭家吧？哈，正是。抱歉，于老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们先在营里休整一下，补给完毕再出发。哎，胖子，以前就听说彭家是玉国的几大势力之一，今天一见，
名不虚传呐。玉国这种地方，再大的势力也得如履薄冰，搞不好就要翻车。你们彭家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公盘的家族之一吧？翡翠公盘价值巨大，谁也没法独揽，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。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，敢问贵姓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毅小友。幸会。抱歉，刚才你向我伸手，他以为你是要对我不利，冒犯了。虎妹，我们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对着客人的。敢对兵哥动手，我崩了你！哎，想不到方毅兄弟身手如此了得，我们来切磋切磋。什么？兵哥，你伤势还未完全恢复，我带你来切磋吧。这怎么行？难得碰上个让我欣喜的对手，我肯定要亲自切磋下。你退下。来吧，方毅兄弟。兵哥，我看算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来吧，这点小伤不碍事儿。方毅小友，你还是答应彭斌吧。他这个人啊，喜欢格斗，看到高手就挪不开脚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看他今晚是睡不着喽。是啊，方毅，人家彭公子一路护送我们，后面还要护送我们呢，你就陪他玩玩吧。只是普通切磋而已，不必太当回事儿。好吧。彭斌啊，你可要点到为止。方毅小友跟你格斗场上的那些对手可不一样哦。于老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到你朋友的。我的乖乖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哎，这彭斌竟然是著名的黑拳冠军，成名多年了。一哥他，我对方毅有信心。哎，你们觉得兵哥几招能赢？10招。哎，你太不了解兵哥的实力了。我觉得5招。几招我不确定，但我相信那小子撑不过1分钟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！你果然是个好对手。真想不到，方毅小友很有攻之气，竟接得住彭斌的重拳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！再来！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了。多谢兵哥手下留情。哼，哪里，我可没留手。兵哥！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啊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兵哥，站住！兵哥，你对兵哥做了什么？你先把枪放下，弄清楚情况再说。虎妹啊，你冷静一下。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方毅小友和彭斌只是正常切磋而已。虎妹，别误会，是我旧疾复发了。可兵哥以前旧疾复发，从没这么严重过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急。兵哥，我跟师傅学了点岐黄之术，让我给你把把脉。兵哥最好没事，否则我毙了你！
兵哥，你这外门功夫修炼到极致，内家功法却不怎么精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观兵哥脉象紊乱，气息错杂，经脉之间多有堵塞，符合内伤严重积郁之象。想必兵哥平时只注重修炼外家功夫，疏于用内家功法调节经脉吧？兄弟，行家，我确实对内家那套不太感冒。可兵哥以前旧疾发作后，很快就缓过来，怎么跟你动手就这么严重？这得怪我，把兵哥的潜力都逼出来，才导致旧疾爆发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方毅，你既然找到原因，可有办法解决吗？彭斌可是彭老爷子钦定的接班人呐。于老，我会尽力的。虎妹，你把兵哥送进屋里，我会为他疗伤，其他人就在外面等吧。兵哥，你先按我教你的吐纳法，从内部调理下受伤的肺腑。待会儿我会用金针从外部帮你压制伤势。很好，保持呼吸节奏。一哥可别把人给整废了，不然我们都完了。乌鸦嘴！稳住了。原来那家功法还挺玄妙的，照你这吐纳之法，确实舒畅很多。不过这里还是隐隐作痛，感觉很闷。还有条经脉堵塞住了。这是前所未有的舒坦，散去了你多年练外功积郁的淤血，经脉也全部通畅，以后在外家功法的修炼上还可以再进一步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兵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大家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方毅就是我彭斌的兄弟，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去对他。是。一切都像少主预料的那样，彭斌已经进入中心地带，很快就可以把他引入网中了。很好，盯紧点。我不希望听到彭斌逃掉的消息。是，这次绝不会再失败。那就好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虽然我们这边很乱，但每次翡翠公盘开盘，世界各地来的客人都非常多。可惜我有要事要去忙，就让虎妹给你们当保镖，陪你们进去吧。不行，兵哥，你这趟危险重重，我必须跟着你。兵哥，你这趟是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瞒兄弟了，我这趟来中心地带确实比较危险，各大势力之间向来维持着基本的平衡，但最近李家疯了一般，到处挑起战火，还出动队伍逼近中心地带，意图要独霸公盘。所以我们彭家就联合其他家族一起向他们施压，希望他们停止扩大事态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其他几家势力的代表
一起跟李家谈判的。李家最近的所作所为我听过，经常上头条。这次李家来谈判的是他们的少主李世豪，那可是出了名的阴险小人，总是像条毒蛇一样躲在角落，等着逮到机会咬人一口。让兵哥独自去跟他谈判，我不放心。既然这样，兵哥还是带上虎妹吧。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有我也应付得了，不需要保镖的。那好吧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我们进去。这个翡翠公盘有明标和暗标2个区，我们刚才逛的就是明标区，那里的原石都是现场竞买，价高者得。这里呢就是暗标区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，光线很暗，这是主办方故意给剑玉增加的难度。所有原石啊都可以竞标，相中哪块，在底价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竞买价和原石编号填在竞买单上，投在标箱里就可以参加竞拍了。暗标3小时一开，每块原石由出价最高的人标得。这种投标办法高风险也高回报，吸引很多人来淘宝。方毅小友，我先陪白老板看看，回头若有剑玉上的疑难问题，你尽管找我。于老和白老板请便。少主，那几个人就是彭斌最新结交之人。哼，彭斌这人看似莽夫，其实心思细腻。他一直在结交各方势力，这几人能成为他的座上宾，恐怕身份不一般。少主看人就是准，彭斌这几年确实结交不少人物，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。所以，他这次要不死，对我们李家就是个威胁。世豪哥哥好棒，初夏最喜欢你啦！夏夏，少主，快，我要知道那个女孩的所有信息。是，少主稍等，我查一下。目前只知道那女人叫柏初夏。果然是她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突然有种神奇的感觉。准备用嘎巴拉探测原石？听于老说，翡翠的品质由翡翠纯净度，也就是种头决定。种头按品级高低可分为玻璃种、冰种、糯种、豆种等类。品级越高的硬玉，肯定能承纳更多的真元，那就可以通过往原石输入真元来判断其内部的翡翠种头。真元一碰就裂开的，应该是豆种；能吸纳点真元的，便是糯种；能吸纳较多真元的，极可能是冰种。这些品质都达不到做硬玉护身符的要求，还得再找找。这块原石不简单。简直就是个真元黑洞，多少真元进去，它都能吸收。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哪块好啊？这个不错，一格的。底价不高吗？就把它都买回去。我这就去填竞买单，竞买价比底价高点，应该就能拿下。这位兄弟可是看走眼了，这块原石可是公盘上著名的滞销品，多少剑玉高手看了都是直摇头，放了5年也没人选它。您是？小姐莫怪我多管闲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在这块废石上浪费钱财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先生提醒了。哎呦，兄弟真是好人呐，看来是个剑玉高手。小姐如果需要人帮忙禁欲，我可以效劳。好了，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，没看出人家冲着初夏来的吗？不必了，我的朋友就会禁欲，他说这原石不错，那一定不会错。看来你们还不信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打个赌吧。如果里头能解出糯种以上种头，
送我书，如何？行。你理他做什么？看看四周，这人来者不善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这些人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啊？想干嘛？别误会，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。我呢，只是心血来潮，想跟你们打个赌而已。说吧，赌注是什么？兵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林世豪那疯子敢对我们动手，说明其他势力的谈判代表都让他给收拾了。那家伙摆明是要撕破脸，强占翡翠公盘。我们也去翡翠公盘，召集最近的兄弟，一起去抢回翡翠公盘。方毅兄弟，你那边可别有事啊！一哥，你对这大家伙真有把握？方毅小友啊，刚才我要在场，绝不会建议你标下这块原石，它能出翡翠的几率可以说非常小。竟敢跟我们少主打赌，小子，等着输光底裤吧！我来解释吧。看来我马上就能赢你了。我同意拿自己当赌注，就说明我相信方毅的眼光。现在断输赢还早了点。对，一哥才下第一刀呢，得一个什么劲儿？那我们走着瞧。都到这份上了，何必嘴硬呢？去，把我赢的赌注请过来。你们干什么？还没分出胜负呢！别过乱来啊！要不然炮爷的拳头可不会客气啊！不会客气的。我还没切完，让他们退下。行吧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让你再垂死挣扎一下，又何妨？好了，
哎呦，哇！哎呦，哎呀，好漂亮！这起码冰种了吧？我不知道这算什么种头，但我知道我们要发财喽！对。这是顶级玻璃种啊！我还从没见过种头这么好的玻璃种，居然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里。哎呦，奇迹，奇迹呀！要说奇迹，那方毅可是奇迹专业户，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了。切，马屁精！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。输了就兑现你的诺言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，只要你提出的，我都愿意为你去做。不好了，李家打来了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世豪，来自李家。从现在开始，翡翠公盘将由我接管。李世豪，你是李家少主？原来是李公子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知道，除了他们几人，其他人可以离开。等我们李家把公盘打理好，欢迎再来做生意。于老，于老，你们快走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小友，你们保重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个问题，方毅，快开枪！你输了，还欠我一个要求。说吧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也不想跟你结仇，放我们走。愿赌服输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们走。哦。哼，对了，我只答应放你们离开翡翠公盘，但出了公盘就不在我的承诺范围了。你们想跑，得快点。走。那小子刚才那一手是什么能力？少主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当然，否则我岂不是在夏夏面前变成言而无信的人了吗？反正公盘已经落入我们手里，他们就算能出去，少主这招顺水推舟，欲擒故纵，高啊！不过我刚得到消息，彭兵没进我们的包围圈就跑掉了，还带人朝公盘这边杀来。是吗？那就在这边解决他。传我命下去，除了方毅和夏夏，其他人都干不了。
白总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脚，我的别急，我一抬起来你就拔起来。好，帮你加油。哪有，方毅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们谁去扶下白老板？走。白总，我来扶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还能走。方毅，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现在可不是去救的时候，那变态随时会追来。等一下，不会是那变态追来了吧？兵哥，我正要去接你们呢，没事就好。我的人正在和李家厮杀，你们跟我来，我先掩护你们离开。好，走，快上车。兄弟，你们往那边一路向西，很快就能到机场。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，先送你们到彭家大本营，我们回头在那里会合。那兵哥呢？哼，李世豪那混蛋想要独霸翡翠公盘，我可不会答应。他们追来了，我们快走！找到你们了！快打爆他们的轮胎，到处要捉活的！你们快走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兵哥，小心点！走！分头追，一个都别放。是。不好了，三跑！他们追来了！饶了谁？看我怎么办他们！他们要开火了，快点快点！愁死了！黑影，下你的狗眼，找准子开枪，蠢货！是。这些混蛋有个不散的！他们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？要不停下来，看看他们要什么，我们给他们就是。要是他们要命呢？至少我们得想办法甩掉他们，不然他们有枪，
我们车再快，也快不过人家子弹。我试试吧。完了，打中了！抓紧了！怎么回事？快停车！甩掉了！机场快到了，快走！方毅先生，您终于来了。兵哥让我送你们离开。多谢，有劳了。我们马上就走，你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带齐了，可别落下什么了。嗨，我们来玉国就是为了这个，只要他没落下，其他都没事。小魔王。小魔王。小魔王，那家伙又跑了。我记得在车上还见过他呢，在你口袋里钻进钻出的。那小家伙跟着我的时候也是经常玩消失，往往好一阵子才会再次出现。啊，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们快走吧，李家很快就会打来了。小魔王从小陪我到大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，一定要带他回去。我得去把他找回来。我陪你去。我也去。这当然少不了我了。我知道你们不放心我，但大家一起去，目标太大，我还是一个人灵活点，速去速回。可是，刚才在公盘里，我是怎么应对李世豪的，你们都看到了。那么糟的情况我都能应付，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呢？相信我，没事的，我可不是一般人。哦，也是啊，以一哥的身手，自保问题不大。我们跟过去，反而变成拖油瓶，是吧？你们最迟多久起飞？我估计李家最迟1刻钟内就会打到这里，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起飞。行，我争取1刻钟内回来。如果我实在赶不回来，你们就先走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起来的，要走一起走。对。放心吧，就算坐不上飞机，我也有办法离开这里，赶去跟你们会合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心点。那我走了。你哥，小心啊！我就说这车怎么会突然撞墙，看来果然是小魔王的杰作。也就是说，小魔王是从这边离开的。干嘛呢？注意搜寻小魔王的气息。找到了。爽不爽？给我老实点！切，混蛋，你还挺顽强的嘛！这下看你往哪儿躲！赶快解决掉他，我们也去抓彭斌，可别功劳都让别人抢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是兵哥的兄弟。兵哥呢？
宾客带我们躲避李家的追击，逃到这里时，2辆车的车轮都中弹，一起给翻了。宾哥带我们打反击战，但李家的火力太猛了，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。宾哥就带我们往山上撤，但路上我中枪，滚到草丛里继续打。李家大部分人都去追宾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不用，我还能动，你快去帮宾哥。好，那你快躲起来。让开！我要见机长，让他再等一下，方毅应该就要赶来了。小姐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真不能等了，李家已经打来了，再耽搁下去，那就谁也走不了了。就1分钟也不能等吗？百小姐，你也知道，1分钟内方毅是赶不回来的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他这个奇迹专业户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初夏，不用太担心一哥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糟了，这种感觉，脸上好像又发作了。放下！举起手来！快点！快闪开！真倒霉，还以为能抓活的呢。哎呀，知足吧，幸亏他自己死了，不然倒下的就是我们了。奇怪，我好像听到什么动静。我也是。兵哥，兵哥，兵哥！算是暂时稳住了。兵哥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方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救了我。我回来找小魔王，正好听到你手下说你遇到危险。好兄弟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旁边能有你这个兄弟，值了。兵哥，你这一次受伤，引得内伤复发，我先为你疗伤，之后再想办法离开。有劳兄弟了。是李家的人，兄弟，别管我，你快走。不许动！别开枪，是我。兵哥，兄弟们怎么样了？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，能找到的就我们3个。我就知道，兵哥你肯定没事。老大，我们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李家背信弃义，我们彭家和他们势不两立。这笔账我一定会跟李世豪算。兵哥，现在疗伤要紧。方毅，兵哥的伤势严重吗？还需要点时间。
兵肯定往这边跑了，给我追！不好，追兵过来了。方毅，我们去引开追兵，兵哥就交给你了。走，兵哥，快走！是彭斌，快追，给我抓活的！是。兵哥，不用管我们，你先走。继续跑，追兵被我们引走，兵哥就安全了。是。那帮蠢货尽快被我们甩掉了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不倒。有点本事。是你。彭斌在哪儿？少主，哎呀，还是少主厉害！我不是让你带人去南边搜寻，属下发现了彭斌的踪迹，才追击过来的。若不是这蠢女人不小心叫了彭斌的名字，差点就被他们逃了。跟随彭斌最久、对敌经验丰富的虎妹，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如果我是彭斌，知道敌人在追捕，还会让犯错的手下活着？哼！中了调虎离山计的蠢货，彭斌一定还在南边，带着这个女人，给我追！是。人员快耗尽了。这种感觉，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熊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趁元消耗过度罢了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好兄弟，谢了。既然是兄弟，又何必说谢？快追！彭斌肯定没跑远。野人山的磁场有问题，无法依靠仪器设备判断方向。一直朝着东南方向走，找到那条河，便能走出野人山。前提是不会碰到变异燃。变异燃，跟昨天被我斩杀的燃蛇有关系吗？不，你不知道变异燃有多恐怖。几百年前，野人山上闹蛇灾，上山打猎的村民被怪物一般的巨型变异燃袭击。山下寨子里的村民们携手上山围剿这头变异燃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活着逃出野人山。万万没想到，
这卞毅然对村民们的举动怀恨在心，趁夜闯入寨子，吞噬了里面的每一个人。从那以后，野人山上总能听到冤死生灵的哭泣声，再也无人敢进山打猎，逐渐成为玉国有名的恶山禁地。兵哥，你也说了，那是几百年前的事，那头卞毅然不可能还活着。昨天那燃蛇八成是卞毅然的蛇子蛇孙，蛇这种动物最是记仇。哦，被他们缠住，那就糟了。有什么东西吗？可能是我感觉错了，别自己吓唬自己。我们抓紧时间离开此地。别走那么快。暴走了几个小时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水潭里怎么会有真元外溢？真元哪有？没看见啊！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，我想下去看看。哎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们要赶在李世豪追上前，尽快离开野人山。再说了，万一水里有蛇怎么办？燃蛇只是普普通通的动物，真遇上了，该害怕的是他们。小魔王，帮我看着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水潭里的东西必须弄清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陪你去。好兄弟，有难同当。少主，这燃蛇里阴肉厚，子弹很难将他们打穿。救我！你竟然杀了自己人！他本来就活不长了，那就让他的死变得更有意义。全体集中，火力射击！少主，可我们的人也在攻击范围内啊！让他们为家族献身吧！开火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抓住彭斌，告慰兄弟们在天之灵！抓住彭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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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就是这东西散发出真元气息。哦，别捣乱，看上去这像是燃蛇蜕下的一块蛇皮，这么大的蛇皮，那蜕皮的燃蛇恐怕得有上百米。难道几百年前的那头变异燃还活着？不可能。带我用真元感知一下吧。兄弟，没事吧？我们快离开野人山。顺着这条河一直走，就能到出口。总算能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。这里的水腥臭，很是反常，小心点啊！别过来！使劲！这是捅了蛇窝呀！小魔王，帮我个忙，我要下去救兵哥，你想办法吸引这些燃蛇的注意力。还能动吗？东西还真不少，这些燃蛇又来了，尝尝这个美味吧！快走！这边啊！
兵哥，快到出口了吗？嗯，马上就能出野人山了。别急，我们快离开这儿了。快走吧。啊，有东西跟上我们了。 这变异人竟然是异能生物！兵哥，小心！小魔王，保护兵哥！ 盯上我！我根本伤不到他。啊！毒性还这么烈，这下可棘手了。 小魔王，你快去帮方毅，我能保护自己。小魔王，小魔王，快闪开！ 兄弟，我来救你！别过来，兵哥！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